那各位主理人下午好，欢迎来到了不起客厅。干杯，辛苦啦！哎，程瑶主理人，你排练的时候是不是打赖赖屁股？啊？打他屁股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老师管学生才会这样，好吧？不是那种打，就是那种玩闹的打。这肯定是玩闹的打，哪有？但是我觉得传统舞不是传统舞的老师都会这样子啊。不是，你们理解是因为他很好笑。赖赖只要是休息，比如说扣动作的时候，他摆一个 pose， 就比如说他扶着别人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，然后他就会在那里动屁股，他就要开始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会想去拍一下，其实很可爱。那你们谁给选手投喂的最多呀？我啊，应该是吧，不停的。你每天都投喂什么？各种不一样的，像今天下午就是那些芋圆啊什么的，然后有时候就是肉松小贝啊、蛋挞啊，30几个合菜、柠檬茶那种料比较多的那种饮料啊什么的。耶！谢谢老师，好漂亮。你有投喂吗？我们只陪星星和看月亮，还有看太阳。这是我的习惯，然后还有吃东西，虽然我不吃，但是我就是一定是喂饱大家，所以我可能跟舞者也是这样，就反正就走投喂路线，因为我真的没办法陪他们看太阳。100%看太阳，赞多主理人一定会看太阳。没有，但我喜欢那种熬夜，一直熬夜，怎么说呢？那种青春的感觉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不熬夜啊，因为我不青春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家一起练，很累，但是看太阳，哎，结束的那种感觉是我喜欢的。但是他就很晚开始，我就会调的比较早作息。一般都几点开始排练？最早是有过1点的，但是发现大家真的是扛不住，然后后来就大概3点左右。啊，那差不多。但是我12点就一定要离开了。哦，就因为我觉得部分也差不多，后面他们就我真的就没有办法陪。我们那帮小朋友就是到凌晨才开始唤醒自己的细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问他们为什么，说只有在凌晨的时候我才会有创作灵感，然后才开始编，就可能有时候会想新的东西。我也是的，晚上更有灵感。更有灵感。对。高瀚宇主理人，你如果今天你再不发出那种很大的声音，我们这边戴这个耳塞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没有，是这样的，他们吵是什么时候吵？而且他们真的是连着我们在找灵感。加油，加油！头疼。我不是说拍马屁哦。好大声！那你先回家，音量好大。你让我聚一下好不好？明天还有一场大战。太吓人！这个大战就是赞多的主场。没有啊，还不是你的主场啊？还谁告诉我都是他排的？哎，请问姐姐们，对到他的是我。Oh my god！ 还好你技巧也超多。他对。他那天就说，Group Battle 都是我帮他们排的，讲得很轻松，然后我心里就发毛，想说好险不是我对到你。想哭，是不是很抓马？我们2个，他们2个，然后他们2个。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此时就要想起一首歌了，沙发跳酒店，沙发跳酒店，吃份烤炸票，爱票爱嫁给呀。太好了，高瀚宇回来了，我好开心。但你们真的会很担心 crew battle 这件事吗？我非常担心。我来节目前我说，如果要 battle， 我就谢谢婉剧。就是很喜欢的节目，但是拜拜。那他们说不会，绝对不会有 battle。哇，有一天你也会被骗哎！我告诉你，我时常被骗，因为我是一个乖宝宝，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是
从来不叛逆，然后说什么我就循规蹈矩的那种个性的人，所以节目组说什么我就是哦好，怎么样，然后哦他们都说了，肯定不会骗。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我爱看 battle， 但是不代表我热爱参加这件事情啊，天注定很吓人，跑不了。其实真的热爱 battle 的人都不喜欢看 battle， 他们都喜欢自己跳。但喜欢看 battle 的人，其实完全不想要参与 battle 这件事情。真的，我也是每次看得很开心的那个人。